现在真的越来越多人开始做 YouTube 频道了，但是我相信你也感受到了，做 YouTube 频道其实并不容易。你可能会觉得，因为做的人太多了，导致平台过度饱和。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已经看到有很多今年才加入的创造者，就已经快速超过了在平台上面好几年的创造者了。所以现在是一个开始经营频道的绝佳时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犯一些错误，会导致你的频道一直很少流量，让你频道一直处于小频道的状态。这期影片我就告诉你，你到底犯了哪些错误，导致你频道做不起来。Hi， 我是 Grayson， 这频道主要是讲关于 YouTube 频道运营、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内容。我每周会分享3部影片，所以大家记得订阅我频道。如果是新手创作者，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免费领取 YouTube 新手成功宝典。它不仅会从不同方面去告诉你如何正确经营 YouTube 频道，也会清楚的展示给你在你经营频道的时候需要用到的所有设备还有工具。首先第一个错误就是你的频道没有核心的内容。这里不是要求大家把频道的垂直度做得非常高，你频道里面只讲一个话题，但是你的频道一定需要有一个核心的内容。现在 YouTube 算法它是这样的，当他把一部影片推荐给了一个观众观看，如果这个观众他点击了，那么 YouTube 算法就会记录这个观看行为。当这个观众在下一次登录到 YouTube 首页上面的时候，他就会发现他的首页上面就会多了很多这频道里面的影片。因为 YouTube 算法想要去看一下这个观众他到底会再点击观看这频道里面的影片吗？如果这个观众又点击了，那么 YouTube 算法就会慢慢确定这个观众喜欢观看这频道里面的影片，那么这个观众就会经常观看到这频道里面的更多内容了。所以当你频道里面有个核心内容的好处就是，当 YouTube 算法把你的一部影片展示给了一个观众，这个观众点击了，那么在下一次展示的时候， YouTube 算法又会把你频道里面更多的影片都展示给这个观众，因为你频道里面内容都是相同领域的、类似话题的，都能够满足到这个观众的兴趣，那么这个观众就会有更高的几率去点击观看你其他的影片，这样 YouTube 算法就能够慢慢确定这个观众是你频道的针对观众。换个角度来说，你频道里面没有核心内容，你频道里面的影片涵盖了多个领域，比如说 Vlog、美食、旅游、健身等等，那么就会导致 YouTube 算法在推荐你影片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到非常的精准。比如说，他把你美食的影片推荐给了感兴趣你健身影片的观众，就会导致有很大一部分的观众他并不想点开观看你影片，这会让 YouTube 算法认为这些观众不是你的针对观众，那么在下一次的时候，他就不会把你影片去展示给这些观众观看了。那么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你可以想一下，你想要做什么主题的频道，这个主题是能够分享很多的信息，并且能够长期做下去的，然后通过分享相关内容去吸引到很多感兴趣的观众。或者说你可以反过来，你想要让你的影片被哪些观众观看，他们有什么样的兴趣，这样的内容可以多样化一些，你可以制作他们感兴趣的内容来吸引到他们去订阅你频道，去观看你影片。下个错误就是你发布的影片数量不够。之所以有大部分人他没有办法把他们频道做起来的原因，就是他们放弃的太早了。他们在发布了10部影片之后，发现频道都没有流量，觉得这平台太难了，不适合他们，就选择放弃了。其实有数据显示，你的频道需要发布至少35部影片，才能够让 YouTube 算法去明确知道你的频道适合推荐给哪些观众，哪些观众是你的针对观众。这是平均的数据。如果你犯了一些错误，像是你的频道里面没有核心的内容，那么 YouTube 算法就需要有更多时间去了解你的频道，去了解你的针对观众。所以我一直告诉大家，做 YouTube 频道一定不能着急，你越着急你越没有动力，就要把它看成是一个3年5年的事情，像是跑马拉松一样，努力完成每一个小目标。下一个错误就是你的影片话题观众不感兴趣。YouTube 频道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制作出来的影片是要有观众想要观看的。那么决定一部影片它是否有人想要观看，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影片的话题观众是否感兴趣。像有2亿订阅的博主 MrBeast， 他有说到，他会花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去想出一个非常好的影片话题。如果他觉得这个话题不能够吸引到足够观众的兴趣，那么他是不会花时间精力还有金钱去制作出 YouTube 影片的。这不是要求大家也去花这么多的时间去想出一个吸引人的影片话题，但是我希望大家知道，
影片话题真的非常的重要。现在 YouTube 影片真的非常多，观众只会选择他们感兴趣的，他们觉得对他们有用的影片。如果你影片话题连你自己都觉得不感兴趣，那么你怎么能够要求观众对你的话题感兴趣呢？这也是为什么你会觉得你非常努力的去制作影片了，但是影片还是没有人看，因为这些影片的话题观众根本不感兴趣。想要知道观众感兴趣哪些话题，这里我推荐大家几个方法去找到观众感兴趣的话题。你可以去看一下和你同领域的频道，最好是有几千上万订阅的频道，你可以去查看一下他们最近90天里面发布的影片，有哪些影片是观看量比其他影片更高的，就证明了这些观众他们是感兴趣这个话题的。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在他们评论区里面观众有什么样的见解，或者是有提出哪个点是影片里面没有提到的，你都能够记录下来。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制作相同话题影片，然后加上这部影片里面没有提到的点，这样就能够更满足观众兴趣了。你也可以查看一下你的后台数据，在你的 YouTube 后台 YouTube 会提供给你一些观众观看新闻的数据，比如说观众观看的频道以及观众在最近观看的影片，这样你就能够知道你频道的观众他们最近感兴趣的话题内容。你也可以使用你的社群功能，现在大家都能够开通社群功能了，这是一个和你观众直接交流途径。你可以直接问你的观众他们感兴趣什么样话题的影片，如果你发现有很多人感兴趣相同话题的影片，你就能够把它制作成一部完整的影片。下个错误就是你的影片节奏太慢了，应该有很少的创作者会注意到自己影片的节奏。现在由于短视频的兴起，会导致观众注意观看影片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可能坚持一个8秒就算非常不错了。那我们怎么顺应到这个趋势呢？就是需要把我们影片节奏加快，让观众不断接收到新的刺激，让他们没有闲下来的时间，这样观众观看你影片的时长就更多了。现在 YouTube 算法是最注重观众的观看时长的，如果你影片得到观看时长越多， YouTube 算法也会给你这部影片更多推荐量。那么我们怎么样加快影片的节奏呢？首先，你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解释一个重点，或者是描述一个事情。当你能够用简明扼要的形式就解释一个观点，去阐述一个事实的时候，你就不需要一直重复很多的信息。在你阐述一个事实、解释一个观点的时候，你需要有逻辑，需要有结构，让观众能够轻松的明白。你也可以使用模式中断的方法。模式中断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去给观众新的刺激，去打破他们现有的模式。比如说，你可以在影片里面去加入 B-roll、加入图片、加入音效、加入元素、加入文字等等，不仅能够去丰富到你画面，同时也能够让观众不断的接收到新的刺激。最后推荐大家可以去使用 Envato Elements 这个素材网站，它里面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素材，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开始免费试用 Envato Elements。你还可以选择去加入音乐，音乐的使用能够非常好的控制你影片的节奏。我自己是使用 Artlist 这个无版权的音乐平台，也十分感谢 Artlist 赞助本期影片。Artlist 它是一个付费的订阅制音乐平台，有很多观众都说我影片的背景音乐比较好听，其实都来自于 Artlist 的平台。你可以感受一下我使用不同的音乐对于相同画面它的节奏的影响。你可以感受到音乐对于影片节奏的控制真的非常重要。Artlist 现在提供了超过3万首的音乐，27000个音效，并且这库存是在每天更新的，每天都会加入新的资源。在我订阅这平台之后，这上面的所有资源我都是能够无限下载的，这会比按照每首歌曲进行付费下载划算非常多。我最喜欢 Artlist 的一点就是我下载的所有音乐都是终身授权的，也就是说在我订阅时期下载的音乐，如果之后选择不再订阅了，我之前下载好的音乐还是能够正常使用的，不会收到 YouTube 的版权警告。有很多其他的平台只能够让你在订阅的时候正常使用他们的音乐，一旦你停止订阅了，你的音乐就被视为未经授权使用音乐。在我们制作 YouTube 影片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出现这种情况，会给我们造成非常大损失。但是使用 Artlist 就不会造成这样的影响。如
如果想在你影片里面去加入好听音乐，同时也不用担心版权的问题，我强烈建议大家去使用 Artlist 这平台。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去进行购买，它会赠送给你额外的2个月的使用期。也十分感谢 Artlist 赞助本期影片。下个错误就是影片内容缺乏结构。在你找到了观众感兴趣的话题之后，你影片的内容就非常关键了。其实我们都有体会过，当你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么你是不会对这事情产生兴趣的，这事情对你来说也没有意义了。比如说音乐没有好的结构，那么它就是噪音；故事没有好的结构，那么就是一堆苍白的文字；影片没有结构，观众没有办法理解，那么就是一堆无用的信息。其实影片最简单的结构就是开始、中间还有结束。在影片开头的时候去交代出场景、情境，去让观众快速进入到你影片内容。中间会有高潮起伏，在影片结尾的时候去做出总结，让观众明白影片的内容。比如说信息教育类的影片，那么在开头的时候只要告诉观众这期影片会告诉他们什么，会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帮助，他们为什么要继续往下看这部影片。在影片的中间就是主要内容，你需要阐述几个重点，然后每个重点你需要怎么样去展开解释，然后在结尾的时候去总结一下你在这部影片里面到底说了什么样的内容。这样的影片就会充满结构，去让观众更加容易理解。想让影片具有结构，你需要在你拍摄影片之前就给你影片去想一个大纲，这大纲就包括了在你影片的开头、中间、结尾需要包含哪些内容。任何的影片形式都是需要大纲的，即使是 vlog， 那些观看量很高的 vlog 都是有一个结构性的，去让观众有意愿去继续往下看这部影片。如果 vlog 没有结构，那么它就像是一个记录生活的流水账，是没有办法去吸引到很多观众兴趣的。你也需要去检查一下你的缩图是否能够吸引到观众。现在随着 YouTube 平台的演变，缩图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所以大家需要特别注意，根据观众的不同观行为，他们对于缩图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他们被缩图吸引到点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可以想想你自己，当你在 YouTube 首页上面去浏览影片的时候，你基本上都是没有目的的去浏览影片的，这个时候能够吸引到你的缩图都是能够让你最好奇的、最感兴趣的影片缩图。而当你使用 YouTube 的搜索栏去搜索一个问题，这个时候你浏览搜索结果里面的影片，你的观影行为就会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个时候你是带有目的性的，你通过浏览缩图上面的信息，你就能够知道这部影片是否能够帮助你去解决你的问题，达到你目标。所以这就要求你在拍摄影片之前就要决定好这部影片它要针对哪类流量，是搜索流量还是 YouTube 的推荐流量，根据不同方向去决定设计缩图的形式。我还注意到有很多人在做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处于小频道，原因就是他没有办法做到持续的更新。是的，当你没有办法做到持续更新内容的时候，你的 YouTube 频道也很难做到持续获得流量。有些观众会在我影片里面去留言到他们频道成长很慢，有很多的时候我都会看到他们频道更新的非常慢，上一部更新的影片是在几周之前，甚至是几个月之前。无论是处于这样的情况，你怎么能够期待自己的频道能够获得很多流量呢？现在不管是 YouTube 这个平台还是其他的平台，他们都是希望创造者能够稳定持续的输出更多新的内容的。对于这些创造者来说，平台才会嘉奖他们更多流量。对于 YouTube 平台来说，我是建议大家最好能够保证每周更新一部影片，这样能够让 YouTube 算法知道你是一个活跃的频道，并且有在稳定的更新。同时你的观众也能够期待你每一周的新影片。YouTube 频道可以用到很多种方法，但是你知道吗？很多以前的方法，如果你现在继续使用的话，它对你频道只有伤害。更严重的情况就是会导致你的频道被关闭。所以你要看这期影片，里面告诉你有哪些方法你是不能够继续使用的。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希望让这部影片点个赞，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追踪我 IG， 能够会有更多互动。那么下期影片再见，拜拜。